各位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吕中华医师。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Circadian Rhythm Sleep Disorder。那我目前在成大医院精神科服务，那同时我也是成大医院睡眠中心的睡眠专科医师。今天的 Outline 主要会分为6大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就是讲述我们的 Sleep Mechanism。第二个部分会跟大家讲我们常见的 Circadian Rhythm Sleep Disorder。那今天主要会针对4种，其中第一种就是 Delay Phase Sleep Disorder， 第二种是 Advanced Phase Sleep Disorder， 第3种是 Free Running Sleep Phase Disorder， 第4种是 Irregular Sleep Phase Disorder。接下来的第3个部分主要是跟大家说目前现行的比较常见的处置。第4个的话会告诉大家说，如果我们的日夜节律失调的话，对身体会有怎样的影响。第5个会告诉大家所谓的节律医学。最后一个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所谓的超节律。首先，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睡眠的机转。好，我们的睡眠机转主要可以分为3个。第一个的话就是 circadian， 也就是所谓的节律系统。什么叫节律系统呢？其实很简单吼，我们人从早上太阳光开始照射的时候，我们就会醒来。等到日落，太阳光逐渐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休息，想要睡觉。所以，如同在图表上看到的，可以看到一个 W 代表的就是 wake 醒，那 S 就是代表 sleep 就是睡。所以，我们每天随着地球的自转，太阳的升起跟落下，就会形成一个节律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形成一个 circadian rhythm。那这个 circadian rhythm 呢，主要是由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视交叉上核，也就是 SCN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主要在管控的。它借由外在的光线进到视网膜，再释放讯息，经过 SCN 一路传达到 pineal gland， 这个 pineal gland 呢就会释放出褪黑激素与否，来决定我们现在是要醒着还是睡着。例如 melatonin 如果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睡觉；melatonin 如果低的时候，我们人就会醒着。那详细的机转，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所以这个 circadian rhythm 主要是跟我们的 melatonin 褪黑激素有关系。第2个会讲到的就是 homeostatic system 恒定系统。什么叫恒定系统呢？我们人早上醒着的时候，就会不断的累积所谓的睡眠债。这个睡眠债呢，累积到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当我们债台高筑的时候，我们受不了了，准备就要睡觉了。那我们借由睡觉这个过程呢，去还我们所谓的睡眠债。也就是说呢，我们人在醒着的时候，我们每天的这个脑波在醒的时候，每天都会随着时间，随着每天的24小时的进展，我们的脑波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也就是说，我们慢波活性。SWA Slow Wave Activity 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如同在图上所看到的，它在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我们的慢波活性已经高达近乎150、200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受不了了，准备要睡觉来休息，以让我们的慢波活性慢慢的减低，让我们的大脑细胞的活动可以慢慢的变好。好，那这个 homeostatic system 所造成的这个慢波活性增加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 adenosine 的累积，这个腺苷的累积会造成我们的慢波的活性越来越增加，以造成我们越来越想睡觉。第3个机转就是所谓的 ultradian system 超节律系统。什么叫超节律呢？就是小于24小时的节律，我们都一律称为超节律。在睡眠当中最常见的超节律，就是我们一旦睡着了之后，会进到我们所谓的 non-REM sleep phase， 也就是说非快速动眼期的时候，以及 REM 快速动眼期的时候，一个是非做梦期，一个是做梦期。那我们知道 non-REM sleep 的话，它主要分为3期。REM sleep 的话，就是我们的做梦期。在我们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会经历4到5次的这样子的循环。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循环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 monoamine， 也就是说单胺主要在调整的。这个等一下有机会也会跟大家做说明。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睡眠主要是会从醒着的时候一路进到 stage 1、stage 2、stage 3， 也就是深层睡眠，再慢慢的往上回到 REM， 就是快速动眼期睡眠。那一个晚上会有4到5个周期这样子。好，所以
circadian rhythm、homeostatic rhythm 以及 ultradian rhythm 这3大的节律就是我们睡眠重要的3大机转。如果我们把这3大机转简单的把它浓缩在一起，就可以形成这一张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曲线就是 circadian rhythm， 中间这个三角形的部分呢就是 homeostatic system。那这个曲线跟三角形重叠的地方，可以看到它就是我们睡觉的时段。这个时段如果我们把它拉出来，就可以看到一个 ultradian system 4到5个 cycle 的这样子 ultradian system 这样子。那这3个 system 呢，其实它们各有所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个这3大机转把它融合在一起，并把它对应到脑区的话，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脑区就会对应到不同的 system。例如红色框框处可以看到 circadian system 对应到的就是我们的 hypothalamus 当中的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也就是说呢，这个 SCN 它是在管控我们的节律。好，那绿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homeostatic system， 可以看到对应过去的脑区也是在我们的 hypothalamus 当中的 ventrolateral preoptic nucleus、lateral hypothalamus nucleus 以及 tubular mammillary body nucleus。好，那这个地方的话，主要就是管控我们的 homeostatic system， 也就是说要决定我们现在是要持续醒着，还是准备要进入到睡眠状况。一旦睡进去之后，进到我们的 ultradian system， 那主要就是有我们的 pons 以及我们的 thalamus 这2个地方下去做管控，也就是说我们的桥脑以及我们的视丘在深蓝色的部分，它会决定我们现在要到 stage 1、stage 2还是 stage 3的 non-REM sleep， 或是这时候要进到 REM 我们的做梦期。好，所以这样的 system 对应到相同的脑区，可以看到其实人脑是非常的奥妙的。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个纳闷为什么我们的人睡觉要照着这3大机转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的 circadian system 主要是要协调我们的睡醒周期跟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周期能够一致，也就是说我们人醒的时候，大脑我们身体的器官就要开始运作，我们大脑休息睡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器官也要跟着休息。那这样的节律就是会随着这个地球的自转做24小时的运作这样子所以它是协调让我们的生理功能能够统一，能够一致。好，那绿色的部分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它是储存能量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白天醒的时候，不断的把能量消耗之后，我们一定要睡觉，因为睡觉才能够让我们储存能量，以备下一天的进行。好，所以这是 homeostatic 的作用这样子。那 ultradian system 的作用呢，其实也很简单的可以记忆，就是说我们在深层睡眠的时候是在协助我们的叙事型记忆，而我们在做梦期的时候是在协助我们的程序型记忆。所以睡得好，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能量储存以及我们的认知功能都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刚刚讲到的 circadian system 这就会牵扯到 melatonin。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张图，我们把它放大之后，可以看到这个路径我们白天的光线进到我们的眼睛，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那由我们视网膜上面的 IPRGC， 也就是说 intrinsically photosensitive retinal ganglion cell 里面的 melanopsin， 也就是黑色素细胞会吸收这样子的光线。这样的光线吸收之后呢，不断传达讯息到我们的 SCN， 就是刚刚说的视交叉上核。再一路传达讯息到我们的 SCG 颈上神经节，一路传达到我们的 PG pineal gland。有光线进去的时候呢，这条路径就会被抑制，告诉我们的 pineal gland 这个时候不要释放褪黑激素。所以白天有光照的时候，我们褪黑激素事实上是减少分泌的。等到太阳光没有了，天黑了，我们的这条抑制的路径没有了，所以我们并不会抑制我们的 pineal gland 去释放 melatonin， 这个时候 melatonin 就会分泌的变得比较多，所以我们晚上想睡觉。那同时我们可想而知，在夏天的时候，光照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人醒着的时间就会变多；光照比较少的时候 ，melatonin 分泌的时间比较多，我们休息睡着的时间也会比较多。好，这个就是 circadian system 当中的 melatonin 它最主要的路径机制。好，那当然这个视交叉上核这个 SCN 其实不是那么样的单纯，然后除了看到右边的这个，它会透过 photo input， 就是这个光线的照射进到我们的 retina 之后呢，再释放讯息到 pineal gland 之外，其实我们的 SCN 也是受到我们的警觉系统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干 brainstem 当中的5-HT 这样子的血清素，来告诉我们现在人应该要
警醒的还是要睡着的。这个 serotonin 是我们的警觉激素哈，一旦分泌比较多，我们人就会比较警觉一点。好，所以警觉系统以及光照系统一样都会整合进去我们的 SCN， 告诉我们现在要持续清醒呢，还是要准备要睡着哈，它就会形成这样的 circadian 的 rhythm 这样子。好，当然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有所谓的我们的原厂设定哈。什么叫原厂设定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面的这些英文字描述的就是我们的节律基因。这个 B 代表的就是 BMAL，BMAL。好，它是一种节律基因。好，那这个 CLK 就是 clock， 它也是一种节律基因这样子。那当然这个 PER、CRY 以及 CK1 这也都是节律基因，它们会形成一个负回馈系统。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先从 B 跟 CLK 这两个基因来看哈，我们这两个基因开始慢慢的转译以及转入这个蛋白质之后，会形成3种蛋白质，叫做 PER123、CRY12以及 CCG。这3种蛋白质分泌到身体循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人就开始形成所谓的会诱发我们的其他的这个 circadian system 开始运作。那一旦这样子的蛋白质分泌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一路传导到 PER、CRY 以及 CK1 这样的基因，去告诉它说，我现在这个蛋白质节律基因的蛋白质已经开始很多咯，所以它现在就要开始去抑制原本你的 BMAL 以及 CLK 这两个基因下去持续分泌蛋白质。好，所以可以看到一个地方是正加号，就是刺激它的蛋白质的生成；那另外一个负的话，就是告诉它说，我现在不需要这么多蛋白质了，所以我把它抑制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节律的蛋白质会分泌的比较多，有时候透过负回馈又分泌的比较少，一路形成高高低低这样的状态，就形成我们所谓的 circadian system。我们就来看下一章。好，这张就是告诉我们刚刚所谓的这个 homeostatic system 啊，我们人白天持续醒的时候，慢波的活性不断的累积，到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我们受不了，我们大脑就有一个开关，按下去，我们就会进到睡眠状态。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我们醒着的时候，大脑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的下视丘当中的2个核区，第一个是我们的 TMN。Tubular Mammillary Nucleus， 它是一个触醒中枢。那相对的 VLPO，Ventrolateral Preoptic Nucleus， 它是触睡中枢。在白天醒的时候，触醒中枢一定是活化的，它会有2条路径。第一个会透过 HA neuron， 就是 Histamine neuron， 到我们的皮质，告诉我们的大脑皮质说现在应该要警醒了，因为要开始工作，要想事情了。那当然有另外一条路径会传达到我们的 VLPO 触睡中枢。这个触醒中枢会叫触睡中枢在白天醒的时候尽量不要活动。那相对应的触睡中枢它的这条 GABA neuron 也会自然不活化，不会影响到你触醒中枢的进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白天会持续的醒着。那一旦到晚上的时候呢，刚好情况就相反啦，这个触醒中枢就不会活化了。那相对的，它抑制触睡中枢的这个功能就消失了，以至于我们的触睡中枢会开始活化。那同时它也会持续的叫我们的触醒中枢，这个时候你不要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我们人会不断的睡着，不会醒来。那当然这中间的关键点就是透过 lateral thalamus 当中的 orexin neuron， 就是我们的触醒素的激素 orexin neuron 下去做管控的。好，那一旦睡着之后，我们大脑就会进到所谓的 stage 1、2、3的这样的结构，以及 REM 这样的结构哈。其实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的 thalamus， 我们的视丘，它会跟外界持续产生连结。我们一定会想说，我们人在睡着的时候，到底是跟外界是有连结的，还是没有连结的呢？答案是有连结。因为这个 thalamus 会不断的跟外界保持连结，透过这个spindle， 也就是所谓我们的纺锤波下去跟外界做连接。事实上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啦，也就是说我们人在睡着的时候，如果能够跟外界保持连接，那我们可以随时从睡梦当中醒来，逃离一些危险的情况这样子。那同时也能够在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跟外界同时保持联系，避免我们人一路这样睡下去就醒不来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 thalamus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啊，就是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开始会决定要保留哪些记忆，决定要删除哪些记忆，也是透过这样的 spindle 的这个功能，这个纺锤波的功能下去做调节的。所以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进到深层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spindle 来协助处理我们的程序型记忆。
好，那进到睡眠状态的时候，做梦期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 REM 的时候，这个做梦期主要就会协助我们的程序型记忆，好，比如说我们知道如何弹钢琴、如何骑脚踏车这样子的技巧的学习吸收，以及处理我们白天未处理好的情绪。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的单胺，比如说我们的serotonin 血清素、我们的 dopamine 多巴胺以及我们的 norepinephrine 正肾上腺素有相关。好，那刚刚把3大基转都讲完了，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人一生当中我们的这些睡眠阶段的变化哈。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我们人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 Stage 3就是我们的深层睡眠，事实上是会慢慢的减少的。好，婴儿期的时候深层睡眠最多，那到了年老期的时候深层睡眠最少，所以这是一个正常老化的情况。那相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REM， 我们的做梦期也是在婴幼的时候比较多，好，等到老年的时候相对就变得比较少。那同时老年人我们的 WSO， 也就是说睡眠当中醒来的时间也会变得比较多一点。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正常的老化现象。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睡眠的结构会越差，越变越差。但是要记住，这是正常的老化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会简单介绍几个常见的睡眠节律障碍症。好，其实我们简单用这张图来介绍，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懂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框框当中，中间的就是我们的 normal sleep phase， 好，正常的睡眠相位，就是在晚上大概10点、11点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想睡，好，白天6、7点的时候，我们就会醒来，这是我们所期待、我们理想当中的睡眠相位。好，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框框，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人的睡眠相位是往前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advanced sleep phase。它会什么情形呢？我们在下午5、6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想睡。但是因为下午5、6点是我们下班之后的一个持续还会有其他的活动，所以我们这时候虽然想睡，但是又必须很努力的让大脑维持清醒。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虽然是嗜睡状态，但是我们又会很努力的想要维持清醒的状态，就会呈现一个比较容易躁动的情形。好，那当然呢，我们等到结束所有的活动之后，回到家之后就会马上想睡啦。好，但是它事实上大脑在下午5、6点的时候，其实已经部分睡着了哦，所以相对的它就会早睡，也会很早醒。例如可能会早上2、3点、3、4点的时候就醒来，形成一个早醒的状况。好，这个就是早睡、非常早睡、非常早醒的 advanced sleep phase。那相对可以看到最下面那个框框，好，这个就是 delayed sleep phase， 睡眠相位延后。什么意思呢？他可能会很晚睡、很晚起，例如他可能会凌晨1、2点的时候才睡着，隔天中午11点、12点的时候才醒来。所以呢，在一开始躺床的时候，都会经历一段失眠的状态。好，这个失眠的状态并不是他真的情绪不好，或者是想了很多烦恼的事情睡不好，而是他大脑在那个时候就还没准备好要睡眠的状况了。于是乎，他会撑到2、3点、3、4点的时候才睡着，到隔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才醒来。于是会产生什么情况呢？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失眠症，那白天的时候呢，勉强起床去上学去工作，造成这个产能不佳的情形。好，所以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这2种，advanced sleep phase 以及 delayed sleep phase。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 delayed sleep phase disorder。好，它主要就是我们的 PRC phase response curve 的不稳定。这个 PRC 等一下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介绍，但是简而言之的，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 melatonin 释放的时间点太过晚了。譬如说，它可能凌晨2、3点才开始释放，让我们白天的下午傍晚的这段时间大脑还没有准备好要休息这样子以及他们的这个homeostatic drive 的decrease ability， 也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它的活动度事实上是不佳的，造成它晚上睡觉的时候能量还没消耗完毕，所以自然也会睡不着。所以它是双重的影响。好。Delayed sleep phase disorder 的盛行率呢，主要是0.17%。那好发年龄的话，就是在成年人早期的时候，通常它会几个现象，就是躺床可能会躺超过3到6个小时。通常他们真正想要睡着的时候是凌晨2点到6点的时候。那比较好醒来的时候是隔天早上的10点到接近下午1点的时候，也就是说大概是在中午的时段。OK， 那这样的情形事实上会很像我们入睡困难型的失眠症患者，但是要注意他们的机转是不同的因为 delayed sleep phase disorder 是基本上是他们的 melatonin 释放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延后。好，那这些人呢，不管在怎样努力的尝试做睡眠习惯的调整，
都还是失败了。什么意思呢？他们在一般传统我们社会所接受的睡眠时间点，譬如说早上9点10点去睡觉，隔天6、7点起床，他们纵使在做了很努力的尝试去做调整，都还是失败，而且可能会造成睡眠不足，甚至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嗜睡的情形。那这些人在用药史上也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长时间的使用安眠药，而且对安眠药的反应非常非常差，同时会伴随着喝酒帮助入睡的习惯，或者是说会做很多行为的介入，甚至会做很多的心理治疗，但是依然失败，形成一个 refractory insomnia 难治型失眠的状况。好，那这些人会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夜猫子，所以在傍晚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那个时候最清醒最有能量。这个时候如果你帮他填一个 morning needs、evening needs scale 的话，这样的量表会分数很高。好，那这些人因为白天还是想睡但是你硬是要把他挖起来，所以他在白天不管是在上学或工作的时候，他常常会伴随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情形，甚至精神不佳的情况。所以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某些的情绪障碍，或者是人格疾患。那这些人他们在先天在基因，也就是说调控 circadian rhythm 的这个基因，它的flexibility 就不好，所以他常常会因为某些的事情诱发出来，造成所谓的睡眠相位延后。譬如说某一次的严重熬夜，某一次的咖啡因使用造成他晚入睡，某一次在傍晚的时候长时间光照的暴露，或者是某一次的时差，让他某一次造成熬夜晚睡的情形之后呢，他这样子 delay phase sleep disorder 的基因就被打开来了，那就回不去了，造成之后不断的会晚睡觉。OK，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褪黑激素分泌的这个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这个 DLMO 代表的就是 dim light melatonin onset， 昏暗光线下的 melatonin onset。我们这个 melatonin 的 onset 呢，它主要都是在晚上大概8点9点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分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睡眠延后症候群的患者，他的 melatonin 分泌的时间点居然是在凌晨2、3点的时候才凌晨2、3点的时候才分泌，这个很晚所以代表说他大脑在凌晨2、3点的时候才会开始想睡觉。那同时到隔天的8点、9点、10点的时候，他的 melatonin 浓度才最高，这个时候是他睡得最好的时候。可惜这个时候他必须被挖起来上学或是工作，等到他接近中午12点、12点半的时候，他的 melatonin 才会开始慢慢的退到这个基准值这个时候他人才是真正要醒来的时候，所以会形成一个晚睡晚起的情况。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睡眠腕表，可以看到黑色的部分代表这个人正在活动，白色的部分代表这个人很少活动，也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晚上大概是在凌晨6点的时候才睡着，到接近中午12点、下午1点的时候才醒来，才开始活动，所以可以看到明显的他的睡眠相位就是延后了。OK， 这些人这个 sleep phase disorder 在这个 ICSD 上面，它事实上是有它的诊断准则的。第一个会有很明显的睡眠延后相位，时间长达3个月。那这些人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习惯的睡眠时段，譬如说要凌晨2、3点才睡，隔天要睡到11点、12点的时候才会有饱足感。他们有他们特定适合他们的睡眠相位。如果你硬是叫他们就社会规范所接受的睡眠相位来睡的话，常常会睡不饱而且常常调整的时候会历经很多的挫折失败这些人主观的感觉会这样。那客观的部分呢，如果我们给他填一个sleep log 就是睡眠日记，或是帮他们做个这个 actigraphy 带睡眠腕表的话，就可以看到客观数据可以显示他们是晚睡晚起的。那你必须要排除其他的情况，譬如说忧郁症躁郁症这样的情绪疾患，或者是一些神经科的疾病，或者是药酒瘾的使用这些也都会造成一个人的睡眠相位的波动。OK， 刚刚讲延后，现在我们来讲 Advanced Sleep Phase Disorder 睡眠相位提前症候群的患者。那这些人呢，他的这个病因学目前是未明的，然后跟这个刚刚讲的 Delay Phase Disorder 相比，他的病因学未明。不过基本上他们的褪黑激素分泌的时间点相对就是很早就分泌，所以他们很早就想睡。大部分发生是在中年过后，占1%，而且呢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增加，所以看到很多老人他们都是非常早睡、非常早起的。那他们呢通常会比一般社会规范所接受的睡眠时间还要再提前3个小时就想睡。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在凌晨2点到5点的时候就会醒来了，就会醒来，所以是非常早醒的OK， 那他们呢在傍晚的时候
就会开始想睡了。但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持续参加其他的下班后的活动啦，所以人反而会变得比较难受，会变得比较躁动。OK，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参加很多傍晚的时候的一些活动，以至于会造成他的情绪开始有一些变化。那因为这些人是早醒的，所以这些人常常会心情不好又早醒，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忧郁症的患者。好，那不过呢，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只是会被当成是很早睡、很早醒来的人，因为这些人对于其他人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去就医，他们也可能会认为说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老化现象。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 dim light melatonin onset 就是非常早就 onset 了，在1点半的时候就分泌了。那中间从这个2、3点持续到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分泌都还是高峰期。那过了12点之后，它的美拉托尼就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就准备要醒来了。可惜在正常的这个社会规范下，12点过后是我们正准备要睡着的时候。好，可以看到他们的睡眠腕表同样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就代表他们睡着了。所以看这个睡眠相位提前症候群的患者，大概在7、8点的时候就想睡，那大概在4、5点的时候就想醒来。好，同样他们在 ICSD 上面也是有诊断准则，例如很明显的提前醒来，提前睡觉，时间长达3个月，那他们没有办法在正常社会规范下的睡眠时段去睡着，也很难调整。那你帮他做个客观的检验数据，譬如说帮他们做睡眠日记，或者是带睡眠腕表，可以看到他们的 sleep phase 明显的往前移。那同样你必须要排除其他的精神科或者是神经科或其他药酒瘾的状况所影响。好。刚讲延后，讲了提前，接下来我们来讲所谓的 free running sleep disorder。free running 也从这个字面上的翻译就是随意的跑动，它看起来好像没有明显的相位提前或延后，但事实上它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是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性的，也就是说它会一天比一天还要晚睡，一天比一天还要延后。通常是发生在全盲的患者身上，那原因是什么？这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在视网膜当中的 IPRGC， 我们在稍早睡眠机制的时候提到，这个 IPRGC 这样子的细胞呢，在我们视网膜里面主要是接受光线一个很重要的细胞。那盲人呢，他的 IPRGC 事实上是受损的，或者是他的敏感度是下降的，所以他在接收外在环境的光线刺激的功能就不好。也就是说呢，这些人无法配合地球24小时这样子的光照、光暗这样的周期去做调控他的睡眠。所以他们没办法透过外在的环境来调控他们的睡眠周期。那他们要透过什么样的状况来调控呢？他们只能透过内在的周期。内在周期就是我们的视交叉上核的周期来做睡眠的调控。内在的周期它也是24小时嘛？答案不是它是比24小时还要来得长，约莫是24.18小时。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每天过的时间都是24.18小时。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这些人每天都多了0.18小时，他们会每天比每天还要来得晚睡。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他们的睡眠的这个腕表，可以看到每天都比每天还要来得晚睡，形成一个斜的状况。好，那在 ICSD 上面，它有它的诊断准则，告诉我们说，就是有的时候呢会失眠，有的时候呢白天会很嗜睡。而且这些情况呢，就是长达3个月。那你帮他做了睡眠日记，带睡眠腕表，可以看到他们的睡眠的 phase，sleep phase 是一个斜的状态。那一样要排除其他的状况。好，那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 irregular sleep wake rhythm，就是说他的睡眠的状况基本上是不规律的，通常是发生在机构的老人或者是失智症的老人。因为机构的老人，因为一天到晚都在机构里面，所以对外在的光照基本上是很不规律的，有的时候去晒太阳光，有时候没有，所以他们大脑很难去透过外在的环境来告诉他们身体现在应该要醒着还是睡着。那另外一类就是这个失智症或是脑伤的患者，同样的，因为他们脑伤或者是脑袋退化，所以他们的脑细胞、他们的睡眠中枢在接受外在光线的这个照射下，他们调控的功能也失衡了，所以常常造成他们的大脑无法照着这个24小时的这个周期在走，所以有时候会睡得很多，有时候会睡得很少，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中枢型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睡眠腕表，你完全看不出来这个白色的时段特别集中在哪里，基本上是分散的很不规律。ICSD 上面也是有它的诊断准则。接下来我们就讲述刚刚那些circadian rhythm sleep disorder 的处置。好，当然我们在处置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良好的评估。我们
些病因学讲完，主要是跟大家讲说，这些诊断它可以分为2个哈，第一个就是主观，第二个是客观。主观你就要透过病人的 history、病人的病史下去做询问。那客观你可以帮他做这个sleep log， 也就是说睡眠日志，或者是带 actigraphy 睡眠腕表。好，那目前这个 melatonin 的测量，事实上在临床上面测量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它目前并不放在诊断准则当中。那一样的，你必须要排除其他可能会造成睡眠节律混乱的疾病，以及要排除这个睡眠的卫生习惯的问题。好，那处置的部分可以分为2个哈，一个就是美拉托宁褪黑激素的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光照啦。我们先来看一下美拉托宁的使用，但是大家要注意哦，美拉托宁它不是药物哈，它是一种健康食品哦，那所以在使用上面还是要注意哈，各种不同的厂商它制造的这个成分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要审慎的选择。好，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它使用的时间点要在什么时候呢？可能大部分人都认为说是在睡前嘛，但答案不是的，它是在你理想躺床时间的5到6个小时前就要服用咯。例如说，你理想躺床的时间是11点，那你可能下午5点、6点的时候就要服用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美拉托宁吃进去之后，等到开始经过身体的循环，开始要让它真正在你的大脑当中可以分泌的这个时间点，就是 DLMO 的时候，大概是你吃进去之后过2到3个小时才会开始有这个作用。那 DLMO 开始分泌之后呢，又要经过2-3个小时之后，才会让你大脑真正想睡觉。好，所以加起来就大概是约莫5到6个小时这样子。好，所以记住要在理想躺床前的5到6个小时吃。好，第二个使用的剂量到底是要多还是少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说越多越好嘛，但答案不是的。在研究上面都告诉我们，越低剂量越好，0.02至0.3毫克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反而低剂量是有效果的呢？因为我们是透过外源性的美拉托宁去模仿我们的内源性的美拉托宁的量。那我们知道，我们内源性美拉托宁的量，这个浓度本来就很低了，所以如果你吃进去是越低的，我们的大脑就会感觉到说，我们现在身体里面真正是有美拉托宁分泌的效果，真的就出来了。如果你给它很多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就会造成 spill over 的情形。什么叫 spill over？ 你美拉托宁吃进去的时候，如果它的持续的时间很久，例如说到傍晚到了凌晨这个1-2点的时候都还是有的话，它可能就会影响到你隔天的睡眠周期。这个跟我们的美拉托宁的 PRC Phase Response Curve 有关，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美拉托宁的 PRC。所谓的 PRC 呢，就是 Phase Response Curve。Phase Response Curve， 美拉托宁有它自己的 Phase Response Curve，Light 光线也有它的 Phase Response Curve。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横轴的部分就是我们的24小时制。那纵轴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吃美拉托宁，什么时候照光，会让我们的睡眠相位是 Advance，就是在这个上面的上半段的部分是 Advance 提前呢，或者是它的功能是 Delay， 就是下半段的部分是延后的。好，那我们可以把一些简单的符号跟大家做解释哈。这个往上的箭头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 DLMO， 我们的美拉托宁，我们期待它分泌的时间点。如果对下去，约莫是在晚上8-9点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 DLMO 是可以慢慢分泌了。那过了2-3个小时，就会进到我们这个淡黄色的框框，就是我们大脑真正要睡觉的时候了。好，进到这个框框之后呢，这个倒三角形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核心体温最低点的时候，约莫是凌晨4-5点的时候。好，那黄色框框一路到晚上到早上大概7-8点的时候就醒来了。好，所以淡黄色框框是我们睡觉的时段，倒三角形是中枢体温最低的时候，往上的箭头就是我们 DLMO 的时候。好，那我们看一下美拉托宁不同时段的给予对我们睡眠相位的影响是什么。如果呢你是在这个 DLMO 之前吃，而且是提前2-3个小时吃的时候，它对于睡眠相位提前的效果会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吃的美拉托宁的量如果很多的话怎么办呢？刚刚说 0.02 毫克至 0.3 毫克哦，如果你这个时候吃了5毫克、10毫克，你的美拉托宁可能一路到了凌晨12点、凌晨1点、2点、3点的时候，都还有美拉托宁在体内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这个时候体内还有美拉托宁，它带来的影响是会让你的睡眠相位是 delay 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吃的很高剂量，也许你那天会很提早就睡，但是因为你凌晨3-4点的时候体内还有美拉托宁，它就会让你隔天的反而睡眠相位是延后的。好，所以
大家要记住，越低剂量的 melatonin， 单纯对于 Face Advance 的效果会是最好的。好，我们讲了这个 melatonin， 接下来就要讲 light 啦。这个光线对于睡眠相位的影响也是一样。我们在中枢核心体温最低，也就是凌晨4、5点过后去照光，那尤其是早上这个5、6点的时候照光，它带来的睡眠提前相位的效果会是最好的。所以通常我们会教病人说，中午前照光可以让我们当天晚上的睡眠会比较好入睡。相对的，如果你是在晚上的时候给它照光，那你那天晚上就会变得比较晚睡觉。但这个照光有很多方式嘛，一般的太阳光就可以有相同的效果了。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清晨4、5点的时候是不会有太阳光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这个 light box，就是光照机的使用，它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OK， 所以很简单的这个记忆我们的太阳光照射的话，会让我们当天这个如果你越晚照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当天越难入睡这样子它会把我们的睡眠把它延后掉这样子好，那如果呢你是在当天中午之前照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吸引的效果，就会把你当天晚上的睡眠变成是提前入睡。好，那刚刚讲的这些 sleep phase disorder 事实上在这个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治疗准则、治疗指引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就如同这个表格上面所示。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如果我们的节律失调了，我们 circadian rhythm dysregulation 呢，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结果？然后当然是不良的结果咯。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大总管，就是我们的 SCN 视交叉上核，它会透过这个光线接受光线的讯息，然后告诉我们现在身体的器官你现在应该要醒来工作还是要休息呢？所以我们的 SCN 是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的大总管它虽然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占的这个成分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它会透过很多讯息的释放，告诉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所有的细胞，这个时候应该要活动还是要休息所以它会影响我们很多器官的酵素的分泌、激素的分泌，例如说我们的这个女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的分泌，我们的 body temperature， 我们体温的要高还是低，我们melatonin 的释放，就是我们褪黑激素的释放，我们的 cortisol， 我们的可体松的释放，以及我们的饮食习惯大家也可以想象说，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很想吃东西有的时候为什么会不想吃东西？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为什么胃口会比较不好，醒的时候胃口会比较好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 SCN 管控了我们所有器官的功能。好，所以大家想想看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照着24小时这样子的周期在运作，会有什么结果呢？例如说这个时候我们人是大脑是准备要睡觉的，但是你人却醒着。这个时候你的器官一定会很困惑啊，奇怪，我现在不是应该照着睡眠的周期下去睡着了吗？怎么我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还要吃东西呀？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胃部的细胞可能会有点困惑。那同样吃东西进去之后，我们的胰脏，这个时候应该休息啊。那我们吃了糖分进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胰脏却要分泌胰岛素，所以它这个时候也会困惑。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睡眠周期的混乱，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也会形成一个 dysregulation 的情形。久了之后，我们的胰脏功能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变成糖尿病；脂肪细胞出了问题，不断的累积，可能就会造成肥胖。那我们的胃部可能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我们的肝脏可能就会形成所谓的肝病的情况。当然甲状腺可能就有甲状腺的这个疾病这样子。好，所以如果我们不照着这个规律的 circadian rhythm 下去做起的话，连带了久了之后，我们的生理功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好，那当然我是精神科医师，其实我最关注的不止生理问题，还有心理问题如果我们不照着这样子 circadian rhythm 这样子的节律下去做这个运作的话呢，久了之后就会造成我们情绪的失调。为什么呢？刚刚有提到我们的 SCN 当中，除了会透过这个 melatonin 调整我们的睡醒周期之外，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monoamine system， 譬如说我们的 dopamine、我们的 serotonin、我们的 norepinephrine。而我们知道这3种 monoamine 它就是主要是调控我们的情绪。好，所以睡不好，或者是你乱睡，睡得不够规律的话，久了之后我们的情绪一样会受到影响。OK，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忧郁症患者他跟睡眠节律障碍症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性？答案当然是有的。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忧郁症的患者，他们的情绪一天当中也是有节律的变化。例如早上的时候他会比较忧郁，下午的时候情绪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一天会有2种变化，叫 diurnal change。好，第二个，
他们在晚上这个睡着之后进到 ultradian rhythm 的时候，同样它节律也会有变化。例如 depression 的患者、忧郁症的患者，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进到做梦期，也就是说他们的 REM latency 比较短，而且他们做梦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他们的 REM density 也会比较高一点。那当然，这些人他们melatonin释放的节律也会比较缓慢，他们会很晚才会把melatonin释放出来。这些人他们的体内的这个 cortisol 可体松以及他们的 body temperature 也会变得比较高，而且会比较提前。我们可想而知，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 cortisol 应该是要低的，我们的 body temperature 也应该是要低的，但是在 depression 的患者反而是相反的。好，那 depression 患者呢，他们的 social rhythm， 他们的社交节律也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他们白天的时候很忧郁啊，没什么体力，所以他们白天完全不动。好，那白天不动的时候呢，当然没办法参加到一些社会活动，那心情可能也会连带影响到变得更不好。那白天没有活动，晚上自然就变得更不好入睡了，这样子哈，所以他们的 social rhythm 一样会受到这个干扰。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很多冬季忧郁症的患者在接受光照治疗也会有相同让他情绪稳定的效果，也就是说，光照治疗本身就有抗忧郁了。好，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光线会透过我们的 retinal raphe tract， 也就是我们的视网膜到我们的缝合这条神经路径，它会去影响光照到这个视网膜里面之后，它会释放讯息到我们的 raphe nucleus， 我们的缝合 raphe nucleus 当中里面会释放 serotonin 血清素。那我们知道血清素越多的话，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光照会造成心情变好，这个是有很明显的生理证据的。那 circadian 的基因跟 depression 的基因有没有这个 correlation 呢？是有的。我们可以看到 clock、BMO、period 跟 timeless 这4种基因，它们是共同在 depression 患者跟 circadian dysregulation 的这个障碍症的患者身上是可以重叠的。这样，那当然在治疗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光照、melatonin 的给予、行为的介入以及 IPSRT， 就是 interpersonal social rhythm therapy。人际社会节律治疗，它本身对于 depression 的患者也会有帮忙，也就是说，调整节律就可以改善我们的忧郁情绪。好，这张图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 SCN 当中除了有 melatonin 1跟 melatonin 2的接受器之外，它事实上也有 serotonin 2C， 也就是说 5-HT2C 血清素 2C 的接受器。那相同的，我们的 retina 到我们的 raphe nucleus， 它有一个 raphe nucleus 的 tract。光照呢，可以透过这个 retinal raphe nucleus 的这个 tract， 让我们的 serotonin 分泌的比较多，心情变好。它也可以去调控我们的 SCN， 让我们 SCN 当中的 serotonin 这个 receptor， 这个 binding 的 affinity 也变得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比较好一些。好，刚刚讲忧郁，现在来讲躁郁 bipolar disorder 跟 circadian dysregulation 的关联性。好，我们知道 bipolar disorder 它最重要的这个理论就是 social Zeiberger 的这个 theory， 这个社会提示的理论。什么叫社会提示的理论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活动这些的活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的节律。例如说如果我们今天熬夜了，那我们的社会节律可能就会乱掉。比如说熬夜，晚上不睡觉，白天精神就会不好，或者是生活压力很多，会造成我们白天可能很累或者是傍晚很累，我们的这个社会节律就会失衡了，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压力或睡眠形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social rhythm。那这个 social rhythm 久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身体整个的生理功能开始失调。原因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的 SCN 就失调了，它没办法管控，没办法担任我们器官的大总管。那我们身体失调之后呢，我们的一些情绪激素也会跟着失调，于是乎造成我们的情绪就会有所起伏。也就是说，社会节律的失衡，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情绪会有上上下下起伏，会形成这个躁郁的情况。好，那 bipolar disorder 的病人呢，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他们 cortisol， 他们的可体松分泌的量也会变得很多，而且起伏不大，一直都维持在很高的情况下，降不下来。那而且很晚的时候才会降下来，也就是说，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 cortisol 分泌的量一直持续很高。那他们的 body temperature 也是一样，他们的体温在很早的时候就会上升，而且在白天快醒来的时候，
才会下降。这个跟我们所知道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凌晨4、5点的时候，我们中枢核心体温就会降到最低点。好，所以 bipolar disorder 的病人，他睡眠的情况事实上是很不好的。那当然，这个 bipolar disorder 跟 circadian 的基因是有共同的哈，譬如说 clock、BMO、period、tiredness、NRD1、GSK3 beta 哈，这个都是有共同这个会 overlap 的。其中这个 GSK3 beta 这样子的这个基因是最需要做到重视的哈。我们知道我们精神科当中有一种药物叫锂盐，这种情绪稳定剂可以去抑制这个 GSK3 beta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释放。那 GSK3 beta 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会破坏我们一个人的 circadian rhythm， 所以锂盐透过抑制 GSK3 beta， 让我们的 circadian rhythm 可以稳固。所以锂盐同时具有情绪稳定的效果，也有稳定我们 circadian rhythm 的效果。那最后就是 IPSRT 人际社会节律治疗，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对于 bipolar disorder 的病人是帮助。好，那当然这一切最后的就是我们的原厂设定啊，我们的 bipolar 的基因我们的 circadian 的基因基本上会互相影响。所以如果你本身带有这样的基因的人，可能你常常会睡不好，情绪也会常常不稳定。OK，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 circadian medicine 节律医学。其实节律医学目前在这个医疗上面被受到这个重视以及教学的部分呢是蛮少的，但是未来它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一门医学。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图，然后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最左边，实线的部分是非肿瘤细胞，虚线的部分是肿瘤细胞。横轴是24小时是，那纵轴的话就是这些细胞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可以看得到肿瘤细胞跟非肿瘤细胞它生长的这个速度的快慢会随着时间有所变化。例如肿瘤细胞在白天的时候长得特别快，晚上的时候长得特别慢。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白天的时候给它使用化疗，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把这些肿瘤细胞杀死呢？OK， 中间这张图，这个是 septic 败血症的患者他的变化哈，大家可以看到横轴是24小时次，纵轴是他的致死率。看到这个黑色的实线的部分，它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人，我们给他很明显的24小时的光照，24小时的暗，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败血病的致死率，在有光照的情况下，它的致死率会比较高，然后呢，没有光照的情况下，致死率就比较低，会呈现一个节律的变化。这些人呢，如果你持续给他光照的话，不要让他有24小时的光、24小时的暗，而是给他24小时持续光照的话，可以看到他致死率从头到尾都很高，70-80%。好，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把这些人他的节律基因把它排除掉，不要让他有节律变化的话，那因为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受到有光照的影响了。他本身如果没有任何节律的变化的话，他的致死率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低的。所以很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在败血症的病人，譬如说他住进加护病房 ICU 了，这个时候如果你都持续给他一直光照的话，没有给他光照光暗的话，他的致死率可能从头到尾都很高。好，最右上方这张图就是我们的这个气喘的病人，好像气喘发作的时间也有所谓的节律。好，例如看到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到清晨的时候，尤其是清晨4点的时候，是气喘最容易发作的时候。疾病本身是不是就有所谓的节律在了？好，如果我们能够抓出这些特定疾病的节律，在特定的节律、特定的时间点给予治疗，是否能够让治疗的效果达到最好呢？答案是应该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哈。旁边最左边的这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气喘的病人，他发作的特别好发的时间点，以及他使用 theophylline， 这是一种抗气喘的药的时间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黄色的部分就是他特别好发的时间，可以看到在这个12点过后到清晨5、6点是他的好发期。好，那红色的部分呢？红色的这个三角形。就是我们在早上6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 theophylline， 可以看到吃完之后呢，可能浓度开始慢慢上升了，但是到了这个白天，他白天的时候上升的时段是最多的，但是白天的时候气喘不太会发作，所以你这时候给药基本上效果不大，而且他到了傍晚到晚上的时候 theophylline 的浓度又会下降，那这个时候气喘反而容易发作，所以这个时候治疗的效果是不是不好呢？所以我们换个方向去想，如果我们给他晚上9点的时候投药，那浓度慢慢的累积。到了12点过后，以及到了清晨5、6点的时候，这个 theophylline 的浓度可以慢慢的上升到最高点。这个时候虽然是
气喘最容易好发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药物的浓度也是最高，这个时候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可以最好？看起来是的。同样的，肿瘤细胞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不同的肿瘤细胞会有不同的 circadian rhythm。如果我们针对不同的肿瘤细胞特定有效的化疗药物，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点给予治疗的话，是不是也会让它的治疗成功率增加呢？可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老鼠上面的实验，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就是代表不同的化疗药物。那你在不同的时间点给予，可以看到有时候它的这个 improvement rate 改善率可以到达100，甚至到达200这样子。好，那不同的药物就有不同的时间点。接下来我们要讲 ultradian rhythm 超节律。刚刚有说了 ultradian rhythm 就是小于24小时的节律。最常见的 ultradian rhythm 大家一定有经验，就是以前我们在这个上课的时候，一节课的时间通常是40分钟，我们就必须要休息10分钟，接下来40分钟的上课，接下来10分钟。好，这个就是小于24小时的节律。大家一定会好奇，为什么要40分钟、10分钟这样设计呢？可想而知，我们的专注力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节律在？我们的专注力可能顶多只能维持40分钟，接下来我们的专注力的就变不好了，我们需要10分钟的休息。接着10分钟休息之后，又可以让我们的专注力变好，我们又可以维持40分钟的专注力。所以我们的认知功能，我们的专注力本身就有它的 ultradian rhythm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研究。左边这张图呢，这个灰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代谢率。我们代谢率可想而知，在白天的时候代谢率会比较高，晚上的时候代谢率会比较低。好，我们的 temperature 体温也是一样，在白天的时候比较高，晚上的时候比较低。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分析每个小时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它有节律在。白天的时候虽然是持续你的基础代谢率或者是体温是高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是高，有的时候也是低，有的时候也是高，有的时候也是低，而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规律性在，每隔几个小时就会高，持续了多久又会变低，又会变高，又会变低。好，所以我们的体温以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在一天当中小于24小时就有它自己的节律在了。同样的，右边这张图是小老鼠，好，我们去这个透析它体内当中的 DA 多巴胺，多巴胺，看它跟我们的活动度 activity 的关联性。可以看到，我们多巴胺一天当中也是有比较低的时候，也是有比较高的时候。那比较高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小老鼠活动度比较高的时候。好，所以这些生理的这些激素呢，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呢，在24小时内本身就会有它的节律在了，这个就叫做 ultradian system、ultradian cycle。那这个就会影响到说我们如何去这个规划我们一整天的节律哈。我们工作了几分钟之后，可能就要休息一下；工作几分钟之后，可能就要休息一下。随着这样子的节律在走，可能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理的这个节律能够最规律、最稳定，而不会久了之后我们的生理节律就乱掉了，就让我们的身体生病了。好，最后这张是今天的这个总结哈。第一个，睡眠节律障碍症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而且可能在临床上面常常会被低估 （underdiagnosis）。第二个，美拉托宁这样子的健康食品，或者是美拉托宁相关的衍生物，是否在未来这个治疗我们的睡眠障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这个契机。第三个，非药物的治疗在这个情绪障碍症的患者，例如光照治疗或者是节律治疗，是否也需要被受到重视，而不是完全靠药物治疗。接着，节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永远要为教病人，我们的社会节律是很重要的，要随时监控自己的一天当中的睡眠习惯，我们的压力习惯，我们的一天当中的活动度，不要让它有太大的波动。接着 chronopharmacology 节律药物学也是需要受到重视的，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节律，我们如果能够顺着特定的节律下去给予治疗，我们的药物的效果是不是能够达到最好？接着 circadian medicine 节律医学在未来的几年可能需要被受到重视。当然最后我们要顺天而行，永远要当节律的奴隶，好好的帮我们的一生当中的节律把它规律到最好，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各位。